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欢迎清华大学讲座教授张延廷张将军。思敏好，大家好。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尚志哥。思敏好，观众大家好。好，还有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干哥。思敏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赶快持续的，今天要来关注在解放军的这一场在台湾周边的围台的演习。今天的火线话题3个问题会特别请来宾来做回答。今天的演习进入到正式的第2天了，实弹演习，我们赶快来看到解放军的正义使命2025突袭登场。这个时候，包括了其他的周边国家，不管是日本、菲律宾也抱团有所动作了，还有美国的航母也开始往前推进。解放军这一次的演习是单纯的演习，还是台海正在进入冷启动的倒数呢？今天会请张延廷张将军来帮我们做分析。第二件事情，今天也会来看到是海警2侯的海报亮相，大陆会不会真的动手拦截住运台的军援，封锁台湾生命线呢？这是第2个问题。最后的问题是针对这一场军演，川普说他不担心，但是确实没有被习近平知会过，美国是在降温，还是对台海风险已经过度的乐观了呢？今天就这些议题会带光朋友一起的来做关心。赶快来关心到的是，在解放军东部战区12月29日突袭式的宣布对台的军演之后，可以说是没有暖身，被视为是不是一次冷启动的一个实战预演。央视微博最新释出了一个画面，是无人机视角，我们要请导播来一起带我们看最新画面。无人机视角俯瞰台北101的一场10秒的画面。30日更是再次公布北部海域的远程火力实弹的射击，而且他这样说，这一场实弹射击，他说是全部都命中的。东部战区发言人也这样子回答，他说这一次的这个演习是有达成预期的效果的。随后国军是立刻表示，随即启动了立即备战的操演来做应对。那么我们也看到说，这个当中特别被指明是不是冷启动？什么叫冷启动？也根据 CSIS 这边特别做定义，指的是快速的备战转换，会将这些部队的一些集资物资调动跟这一些通信异常的战前的一些征兆压缩到最低，在对手还没有反应之前，就瞬间的赶快去做临战的部署，这叫所谓的冷启动。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刚刚也讲了嘛，在其他的国家，在中国大陆这场军演之后，也立刻有所动作了。首先，我们要来看到，包括了美国的航母跟日本、菲律宾同时做了一些动作。先来看到林肯号，目前呢是已经发现在西太平洋这边活动，并且在22号这一天是正式进入到了菲律宾海跟台湾的东南方。另外2艘来自于这个美国的，还包括了华盛顿号，还有4万吨级的波里里号2栖突击舰，也是驻守在日本的周边的海域。好，包括了其他第一岛链的国家，像是日本、菲律宾。现在看到解放军针对于南海还有东海的双线压力，最快他们也拟定宣布，在明年的1月份会签署物品劳务相互提供协定，意思就是说，未来日本的自卫队跟菲律宾的武装部队可以一起做联合的战力。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将军怎么看了？针对中国大陆今天的这一场军演，算是预演冷启动的突袭吗？如果真的发生了所谓的冷启动，台湾能够及时反应吗？将军怎么看？我认为，与其说是冷启动，不如说中国大陆是在这个远战速胜、快打决胜。那怎么？他是希望能够速战速决。所以，应该是讲到他现在对平战结合、平战转换。还有的就是我们所说到的战训合一，作战跟训练合在那边。就比如作战将来在台海用兵，他就在这边训练，变成战训合一。所以他要发展这个触燃突击这个的可能性，将来用兵的模式大概这样，让产生奇袭的效果，让这攻其不备。你攻其不备，他还没有准备好，我就下手了。我认为他会让对手猝不及防，所以他现在就经常的。就直接当天下达要演习，隔天就立刻实施。你看，换句话说，如果平常说大家要准备个1个礼拜、2个礼拜甚至个把个月这个前进到这个保障基地这个军队的布防、军舰的调动都要这些时间，不用直接下令，隔天就实施了。换句话说，在这一方面，它的这个转换的动作非常的快。那我们台湾在这一方面有没有办法去及时因应呢？
我认为台湾在这一方面要加强的地方要很多。因为久了之后，忧患的意识，尤其我们台湾没有忧患意识，这是最可怕的。忧患意识是心理素质，有没有这方面？有没有这种就是说决心？有没有决心？我们台湾现在缺少的是决心。你看很多的政治人物、政客讲话都不是决心，因为他们自己都没有很实实在在、扎扎实实的去对建军备战。你看，现在我们举个例子，现在那个国军的士兵缺5万多人，所以士兵是这个边线比不到60%，50%几而已。那这样的话，基层都空的，最少基层要到达85%，那我们士兵的只有50%几，差的标准太多。那你这样的话怎么去应变？基层空变成头重脚轻，脚其实很重要。为什么？打仗打基层，上面是指挥、是管理、是计划，你下面在执行作战任务，这作战任务缺。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常严重。然后另外一个，我们有没有办法？因为时间非常短促，我们有没有办法在这边短时间之内马上把这个备战达到那个定最高点？我认为我们可能时间不够，我们可能变成缓步上升。缓步上升的话，可能还没有办法在时间上赶得上进度。这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火线接上了没有？子弹上膛没有？飞弹上架没有？这个都非常重要。这个方面。我们有没有相应的准备？我们看相关的媒体这个方面的报道，好像还没有准备好。另外，我们对情资的掌握如何？我们在这个中共宣布的前24小时、前12小时没有得到任何讯息，没有任何媒体报道，没有任何媒体知道，全台湾2300万人没有一个人知道，所以我们对情资的掌握也有很大的问题。不然的话会知道，或者因为现在网络媒体马上即时就会说，马上立刻散出来，中共准备要启动演习了。结果没有全台湾这个几百家媒体，没有一个媒体知道，换句话说，我们竟然被这个中共弄得魂不知鬼不觉，变成这个状况。那我认为这个非常危险，因为打仗打情报，如果情报的部件没有发挥它最大的情报功能，没有办法掌握敌情，那你是在这个战争的迷雾中，没有找到真正的目标，没有战略目标，那你怎么样去实施动员？那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常的大。我们这一次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并没有事先会掌握说中共即将在12月30号实施军演，没有。我们可以看各种媒体报道，完全不知道。所以这是国安高层非常危险的事情。再一个，我们来看，就是在现在我们这个国安单位有没有说这些具体去面对这些缺兵的问题，要去有一些策略的行动。我们有没有一个国安清单？我认为把国安清单轻重缓急列出来，比如说现在基建，我们现在的天然气的存量只剩下12天，中共一实施海岸封锁，我们14天马上耗尽，因为打仗会大量消耗能源，那我们怎么办？那还有煤炭，还有石油呢？因为我们没有多元能源，全部是晚上全部是火力发电。但是我们的基础建设不够，我们的这个战斗急需的备份量不足，所以这个问题也很大。所以它中国大陆不管是冷启动或热启动，我们在这一方面似乎还没有准备好。好，现在看起来台湾还是缺乏整体的这个备战的忧患意识，包括整体的国安清单都还是需要重新的再整体的盘点一下。这一场军演我们看到非常的紧张。那除了说这一场军演现在看起来有这个实弹的射击之外，我们也要看到一个最新消息，是来自于大陆的《环球时报》跟中国大陆海警局在30日，他们又在发布了另外一个叫做“恶猴”的海报。那画面其实呢也非常的赤裸，就是做一个它包括它可以在画面上看到的是海警的它的舰艇编队跟直升机直接对台湾周边实施这一种立体的风控。那这个海报画面还特别做了一个 P 图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就是它在台湾的东部描绘了一个中国的海警拦截了载有海马斯的长荣的货轮，直升机也就所降来登船。刚好这一幕，大家网友就在看说，是不是刚好对照11月份美国特种作战小组他们当时在印度洋实际的登检，拦截了大陆的货轮运往伊朗的这一艘武器的零件。中国海警是不是仿效美军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那这一次的军演对于台湾的海空的补给线的威胁又有多大？干哥又怎么看？这个特别选在这个12月29号，也就是28号双城论坛结束之后，他才对台湾做这样的。但是这个举措像张将军讲的，你猜都猜不到，你想也想不到。可是他现在的这是比以前，你会发现说，
它现在更进一步了。它除了比以前的联合利剑演习之外，它更加的缩小了包围圈，而且有800架航班受到影响。那下一次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在回想1941年的偷袭珍珠港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完全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所以你要发动奇袭，只有保持无线电静默。整个舰队开了半个月，到了珍珠港面前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可是现在不是这样子啊，现在是网络那么发达的时代啊，为什么对于大陆的这个军演，我们完全没有人知道？我相信国防部也很惊讶，代表他们在训练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从完全静止的状态达到第一线战备的能量，而且我们可以马上丢进去。所以大家认为这4年来的共机绕台那些训练，你以为他们都是好像每天都是例行公事？不是，那都绝对不是例行公事了。然后现在最主要是我们看到这张海报，这张海报叫做2猴海报，它指的是什么？它这个是由大陆的官方媒体机关报叫《环球时报》跟海警局共同发布的啊。共同发布什么意思？就是说我随时都有可能对台湾周边的外海掌控，而且呢，对于可能发生在非战时的情况之下，我们要登船检查，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他已经画出梗图了，也就是一张 P 图。P 图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就是我们已经展示出你们台湾用长荣海运的货轮，在今年跟去年2次自美国送回2批 M1 主力战车，我可以把卫星照片给你看。除了这个 P 图，还有一个卫星真实照片给你看的意思，就是说，他什么时候进到台湾海峡，我都知道，我要不要去登船去登检它而已。这个警讯非常大，为什么？代表我知道他什么时候会运来，而且我知道运的是什么东西来。不仅仅是 M1 坦克我们拦得下来，而且你们最近多买了总共111套的 HIMARS 那种高级火箭弹，我通通可以拦得下来。大家要知道 HIMARS 就是我们在节目里面讲了多少次，在乌克兰前线，它可以装在 ATACMS 精准打击陆军战术飞弹。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 HIMARS 也被你拦下来的话，那就代表说你们台湾以后如果在滩头的第一线是没有东西可以对付共军登陆的，因为海马斯将是第一线的打击武器。所以今天你看到这些梗图跟 P 图，你就可以知道我不是开玩笑。只要现在台湾的台独势力再继续的发展下去的话，我就可以马上在第一时间之内做出第一击，这才是我们真正要担心的。好，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来关心，那目前针对的这场演习，那美国的态度又是什么呢？其实川普最新说了一个回应，他说他不太担心习近平今天的动作，他说我和他的关系很良好，他确实没有跟我提这件事情，但是我不相信他会真的这么做。尤其呢，他在这个地区演习已经20年了，他说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上次哥怎么解读川普的态度？这次这个正义使命演习，大家都知道，那个政治外交的国际上的意义就是反台独、反外国势力介入。那这当然也有包括直指的，除了先前日本高市早苗之外，当然包括美国。但这场演习真的是空前的、逼近的、压迫式的围岛的军事演习，还有实弹。所以，相较于过去联合利剑以来的部分，当然没有错，经常这个演习啊，但是这次意义不一样。而且，大家如果把过去联合利剑演习先前围岛的区域，包括这一次，你就可以看到，我想大家在新闻上、网络上这个地图，真的围一圈了呢，滴水不漏，怎么办呢？也就是说，中国大陆也不是乱演习，每一次都有所推进。好，那对川普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当然，其实记者在询问川普的时候，不是一个其他场合，是他跟纳坦雅胡正在佛罗里达州那么见面谈完中东，特别跟以色列相关的情势之后的记者会上，刚好发生这个事情，所以大家直接就问川普了。所以可以知道，川普虽然是一个临时性的回答，但是不可能他是匆忙的，因为一定有所准备，然后包括他的白宫幕僚也都有。但是川普的这个态度，我想真的是在我们台湾执政党包括日本方面的这个高层应该都哭哦，抱枕头哭哦。那是个什么东西呢？我形容这个东西叫做强者的漠视。因为往往很多强者，你不要觉得他是关心一切东西，什么东西都处心积虑的参与，
他就告诉你他跟习近平关系很好。面对这样的事情，可能就几乎要把台湾拿下来。一旦演习变成真的，他第一个告诉你的还是告诉你，习近平没有跟我说，但是我跟他很好，而且他一开始就直接说他不担心、不忧虑。但之后记者继续追问这次演习的状况的时候，他难道对于未来没有忧虑吗？他还是说他不忧虑。你去看他新闻那个原文，他就说他一点都 not worry 啊，就用一点都不担心、不忧虑这个字眼。所以我这个就叫强者的漠视，强者欣赏强者。哎呦，你这个演习也确实蛮厉害的，那我就来好好的了解一下。为什么这样讲哈？当然，中国大陆这次有这个演习，它主要还是在测试。除了测试他们自己本身的军演之外，也都知道有这个政治的意义，包括对亚洲周边的国家，特别直指日本方面。而且这刚刚嘉文讲到的这种冷启动、临时性的措手不及，这个措手不及不止台湾措手不及啊，这里头在台湾海峡周遭，包括经贸相关的所有的国家，甚至航空飞机都受到了影响。所以这测试的影响其实还是影响相当大的。但是测试包括美国啊。那你说美国为什么看呢？其实要知道，每一次重大军事演习对于印太的美军来说都是非常重要。我不能说在旁边拍手看好戏，因为他们才可以真正了解中国大陆一旦为了要打台湾，动员的战术、战绩跟所有的这种战略的新配置，像这次正义使命的部分的包围方法就不太一样。实弹演习也是第一次在台海周边有这么密集的实弹演习，所以这对于美国观察中国大陆的军力跟以后怎么样来，他们要打台湾，那怎么样要不要打，跟怎么来应对这件事情，坦白说，对于日本或美国来说，都是巨大的资料库。对，我虽然说他们是乐见这个演习，但是每多一次演习，就对中国大陆解放军了解一分。所以讲，这背后也是川普的底气，因为川普不是现在他要不要阻止讲些政治话术，都是要演习之后，美军也会做非常完整的分析，以后提交到五角大厦，让川普了解到底中国在攻打台湾现在真正的实力是什么。好，谢谢尚志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